在灵魂要来到地球之前，其实我们灵魂啊，在这个光中呢，我们就会跟我们的灵魂家人、灵魂家族，包含扬升大师的评议会讨论好这一次来地球的生命剧本。可能是我的剧本是跟我的灵魂家族，然后我天父天母也同意了，然后扬升大师同意了，然后最重要是你自己同意的，就是我们配合演出就对。对，所以就在灵魂就会已经约定好说我要演出这个剧本，然后大家说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演这一部戏。在生命蓝图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光中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决定好生命蓝图长什么。我们为什么说会尽量你要去完成灵魂的任务，然后如果灵魂任务失败了，你回到光中，就像我们去打那个第一关都没打过啊，玛丽兄弟第一关没打过，你就会想说我要重新再 again 一次，然后到第一关，所以你就会再投胎到同一世、同一个剧情、同一个父亲、母亲、同一个剧情再来一次，就是你永远是有选择的。对。所以这个是生命蓝图，那我们就讲完生命蓝图，等于说你在光中就是决定好的这个部分。那神圣时机就是还在睡吗？还要睡到什么时候？我再睡一下。该清醒喽，我要开灯喽。灵魂起床了。我是星际舰长，让我们一起遨游星际吧。我是观察员，每个时空的切片都有我的觉察。我是开天姐姐，开启我们内在的神性与佛性。那神圣时机就是一定会在那个节点才发生。比如说这个人我们再去看这个人在35岁会结婚，他就在35岁才会，如果结婚是他的神圣时机，他就会在35岁才去做结婚的这个动作。但如果他因为一些其他的信念导致，有可能他提前结婚了。这个是跟信念跟神圣时机就没有关系，他就有可能提前，但35岁他还是有一个要结婚的这个能量存在。这个不会提前发生哦。通常是不会提前发生，在神圣时机的话，但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个结婚的神圣时机，只是我们在做未来解读。未来解读的话，你会解读到他有结婚的可能性，他可以选择要结婚跟不结婚，这个就不是他灵魂任务，但是他额外想要再开一个，就是我在地球还是想要玩这个也可以，但是他不会累积到他灵魂任务的这个部分里面。对，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说他没有在神圣时机，但他还是可以去体验。对，比如说这个对，或者他神圣时机里面没有生小孩，但他也是可以选择生小孩，只是说你神圣时机任务还是要完成。然后如果你去专注在生小孩，如果你有别的神圣时机，但你没有生小孩的神圣时机，但你选择要生小孩，然后你错过你这个神圣时机，对于灵魂而言，这个不是他主要的，所以回到光中还是会再 again 再来一次完成他真正要完成那个使命。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的意思。对，但支线任务是他可以完全都不要的，这是取决于他信念的。对，但这是取决于他的神圣时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会有差别。那一般来讲，神圣时机是灵魂他在布局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好几岁他要做什么，几岁要做什么，几岁做什么，因为这些才会拼凑成他完成的生命蓝图。所以神圣时机点可以解读到，就像我们之前在解读，有一些人在问，他有没有灵魂伴侣啊？如果你可以很精准的解读到几年几月什么时候会遇到这个，这就是他的神圣时机。那如果是解读未来，就不一定会这么精准的看到那个时间点，因为那个未来就会开始变动了，就是浮动的，因为未来是浮动的。每一个当下会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所以它也可以，这个如果不是神圣时机，它就可以加速它的未来发生。但如果是神圣时机，是你在那个时间点，它才会在那个时机发生。对，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每个人的神圣时机都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神圣时机好像是一定要那种很大很大的愿景才叫做神圣时机，就是我是不是要做一个什么很成功的企业家，或是我应该要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不是，就有可能结婚生小孩都是神圣时机。对，就是可能遇到什么人啊，做什么事情啊，这种小事也算神圣时机。之前也有一个人的神圣时机是他救了，就是在大海啸中他救了一个小婴儿，他的神圣任务就是要去救那个小婴儿，让他存活下来，然后最后他就离开登出这个地球了。对，他就真的完成了神圣时机，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小悲伤，看起来大家会觉得很悲伤的故事，可是对他灵魂而言，他是觉得很荣耀的，因为他完成这件事情。包含有一些是地球的神圣时机，以前呢可能某一个大海啸，对，它是为了让地球偏移
一个角度，否则未来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就有一个陨石会撞到星球，然后这个地球就会有这个就是可能毁灭可能性，所以那个大海啸的这个就会让地球整个偏移掉，然后偏移掉之后呢，这个就不会去撞到它了。对，所以那些灵魂就很勇敢，写了那个共同的神圣时机，因为海啸中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很多事件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对，如果我们以我们这个维度在看，会觉得好像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但如果从灵魂的角度出发，灵魂会觉得很荣耀，而且他完成了，然后他就累积很多他要的这个美德跟养生，就是他们选择的剧本。一开始就是选择好的。有一本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叫《灵魂出生前计划》，对，包含这个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剧本都有写好，所以它就是计划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活在当下，对啊，因为我觉得灵魂会搞我啦。如果你是一个愿意追求答案或是自我成长的，我觉得他们会自然而然的会带领到所谓的神圣世界，或神圣蓝图使命，除非是那一种就是不愿意去蜕变的。或者说我把过去的这些旧有模式我抱得比较紧，就是我想要待在舒适圈，那有可能就会怎样错过所谓的这个神圣时间。对，那我觉得基本上你好好过好每一天，活在当下，你每天的能量都是流通的，是开心的，是顺流的，那我觉得你自然而然就会踏上所谓的神圣时机跟这个生命的方向。这的确是因为有的人他没有学习这些，但他也在他的神圣时机道路上哦，他就真的比如说他就做厨师就是他的神圣时机，对，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做一个比如说建筑师或者是设计师，他在做他的神圣时机，他根本不需要灵性学习，他也可以完成他神圣时机，因为灵魂会知道。那我们如果你讲错过这件事，其实我们刚刚是以这个维度来讲，他会觉得错过，但如果你以更高的维度来说，为什么他灵魂要让他错过？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就是灵魂可能就是要让他再多体验一次。对，就是可能他没有一定要在这时刻一定要完成。如果你在以更高维度来讲，有没有错过这件事？其实也没有错过这件事情，所以你也不用去担忧说，我错过什么。我们只是刚刚在讲以灵魂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会觉得好像错过回到光中这样。可是如果你以更高维度，就像我讲的，你有没有可能像你就是完全登出离开你的剧本，生命蓝图都可以不要有啦。神圣世界都没有了，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就是这个是这个部分。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了解自己的神圣时机啊，你也可以去，这蛮有趣，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你也可以去看你真的最热爱的是什么事情。那你最热爱、最渴望那件事情，通常就是你灵魂要你完成的事情，而且那个是你的一个神圣时刻。而且神圣时刻通常大部分我们真的讲绝大部分98%、99%基本上你都会在那个时间点去完成它。很自然而然，很自然而然。就像我后来才去解读我的灵魂使命跟神圣时机，然后回看以前在哪个节点，真的是在那个就是解读完，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解读完写下来之后才会去对照，我真的是在那个时间点踏上成为讲师的道路，然后时间点什么时候去完成什么事，然后包含我去解读我的未来，说我在什么时候小孩会2岁是男生，我都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而且我没有看到我结婚，我看到是那个结婚可能是在后面，就是婚纱。我讲说到底怎么会是这样子？对，然后大脑无法理解，可是真的在时间点到了，就真的就发生了，就是结婚，但是可能还没有办婚礼之类的，就是结婚我们就登记，然后后面就小孩出生，然后就想但也还是很多人看到有婚礼的画面，所以可能婚礼也会是一个神圣时机。对，所以就会还是会发生这件事。大脑觉得你不还有一个东西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到你的神圣时机，你是抗拒它，你要疗愈它，因为有可能因为那个抗拒会错过。就是你不完成它，那这个就是需要一些勇敢的美德。我之前本来看到我生小孩的这个神圣时机，我蛮抗拒的，因为年纪，然后很多信念，因为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小孩，想说那时候生，但是就没有。那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就讲哇，年纪这么大还要生小孩吗？
哇，还是这些，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清理，然后清理完的时候，真的就可以觉得我准备好可以迎接这个孩子来到我生命当中，所以后来就自然而然来了，就来了。然后你就是去信任他。我觉得像我之前啊，就是可能就是进入到某个系统里面，然后可能时间到了又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神圣时机。包括你现在可能做的一些事情啊，工作，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开这个频道，我觉得也是个神圣时机。或者说你会突然有个灵感，想要特别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高我、你的指导灵的这些团队在引领你去走上你的这个神圣时机跟蓝图。那如果你是比较迷惘的，你可能当下就是比较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协助他？就像一开始我们先讲一下，就像一开始你讲说，如果有没有刚刚好巧，所有人都告诉你你要做这些，或什么讯息都告诉你，这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了解你的神圣时机或灵魂解读，也许我们也可以来去做这个解读的个案也行，如果你真的很想做。但解读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做，那阿卡西记录也可以去解读啊，对，都行。就是你可以找你信任的疗愈师啊，或导师啊，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去私讯一下我们的官方来啦。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资讯放在资讯栏。对，那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去官方来私讯一下小编，去做一下询问。我们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在影片当中也没办法分享太多，或之后再分享会太冗长。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分享会啊，或者说工作坊这样子，就是会在跟大家做一些公告，或者说我们官方赖可以做询问这样子。像你的有个30集就是塔罗老师33岁塔罗老师就是很自然而然，这我从来没想过但是很自然而然这件事情就发生，然后我回头去看，真的就发生，对啊，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然后比如说谁几岁要结婚要干嘛，就大家都想不到，就我之前解读过好多，然后每个人都说发生了，然后他们觉得很 amazing， 我说因为就是灵魂计划好的就一定会发生，而且有些神圣时机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有的是跳舞对，然后他们就说有一个那个学生的神圣时机，他说也太好了吧，他居然是环游世界，是他的神圣时机。那有的人是他要做某一件事情，因为他的神圣时机在环游世界的时候，他到那个地方，其实他的能量就可以去改变那个地方的能量场了。所以这是他灵魂的时机，很酷。就像是我以前也以为我的神圣时机在之前某个系统里面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灵魂会把你推到你真正该走的路。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是让你学习怎样臣服，然后顺流，然后真正开始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会发现那个顺很多，那个差别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有预设立场，然后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很迷惘，有时候去觉察自己的内心，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去向外去寻求，你向内寻求，你也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遇见一些老师也是神圣时机，像我们这一路上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我真的很感恩，然后遇到很多的贵人，可能跟你讲了一两句话，你可能就开悟了，或者说你可能找到方向，我觉得这也是神圣时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就是不要去抗拒它，然后用个开放的心去接受它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再了解的，你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留言。然后如果你已经找到神圣时机的然后你知道你生命蓝图的，你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也很恭喜，因为有很多系统都有方式可以去找到这个灵魂的天赋，然后灵魂的使命都可以去运用，我觉得这很棒。对啊，好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分享的内容，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你也可以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朋友们，有可能因为你的小动作怎么样，他们就找到他们的灵魂使命，灵魂蓝图有没有就踏上去了？那这是一个种种子的方式对不对？也会不断的累积你的福报跟好的这个循环跟业力。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留言分享哦。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拜。拜拜。期的这个显化金钱的影片，我们是不是有跟大家聊到所谓的神圣时机跟神圣蓝图？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听不懂这到底差别是什么？所以我们接收到了这个讯息，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就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是神圣时机跟神圣蓝图。好。
我们先讲一下生命蓝图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灵魂来地球之前，其实我们早就在我们的这个跟扬升大师啊，我们有一个评议会，其实我们以前有讲过灵魂家人嘛，那我们每一个灵魂家人都有这个灵魂家族，在灵魂要来到地球